情緒管理不是控制，而是連結。有一天，我的朋友嘉青氣冲冲地走進咖啡店，把背包重重地丟在椅子上。我今天超棒的，他大聲說。我挑眉，怎麼啦？他一臉得意。我被老闆無理指責，我一句話都沒回，忍住了情緒，完美控制。他話音剛落，桌上的杯子應聲被他的手肘撞翻，熱咖啡濺出，燙到他自己。他大叫：痛死了啦！我看着他，一邊拿衛生紙幫他擦拭，一邊心裡默默想，情緒啊，不會因為你壓着它就消失，它只是躲起來，等你不注意的時候，用另一種方式炸開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？面對不公平，你表面冷靜，心裡卻翻江倒海。別人說你 EQ 高，你微笑點頭，回家卻對自己人生憤怒不已。你覺得自己在控制情緒，但其實只是暫時壓住。這樣的你就像一個精緻的高壓鍋，看起來沒問題，其實壓力已經快爆表。所以讓我們先揭開這個誤會，情緒管理不是控制情緒的出現，而是學會與情緒連結。控制是冷漠的切斷，連結是溫柔的傾聽。我們從小被教導要控制情緒，因為情緒常被視為不理性、不成熟、不該出現的東西。於是我們練習微笑，練習沉默，練習壓下來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你用力壓住的是情緒還是自己？情緒是一種訊號，就像身體的疼痛。控制情緒就像腳扭傷了，還硬要跑完馬拉松，表面堅強，實則破壞。真正健康的情緒管理不是控制，而是連結。連結是什麼？不是讓情緒為所欲為，而是停下來，聽聽他想說什麼。你不是要把情緒趕走，你是要接待他，聽懂他，然後溫柔地說：謝謝你來提醒我，我知道了，我會好好照顧我自己。這就是連結。現代人的情緒陷阱，理性過度，心卻空洞。社會很獎勵理性，工作上你越冷靜，越能升遷；感情裡你越不情緒化，越被稱讚成熟；朋友圈裡你越穩，越容易成為大家的情緒垃圾桶。但你知道嗎？過度的理性會讓你漸漸失去跟自己心的連結。我有個朋友叫仁杰，工程師，邏輯能力超強，凡事條理分明。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：我沒事啦，這很正常。直到某天，他半夜被送進急診室，過度焦慮引發的胸悶與呼吸困難。他跟醫生說：我真的不懂，我的生活很有秩序啊，我沒什麼壓力。醫生看着他的檢查報告，嘆氣說：你可能只是太會壓抑情緒，才會不知道你其實很累了。控制讓你看起來沒事，連結才能讓你真的沒事。什麼是與情緒連結？先說3個常見的誤解。1，我如果接納情緒，是不是代表我很軟弱呢？不，是代表你很誠實，能面對自己的怒氣、悲傷、恐懼，不是懦弱，是勇氣。真正軟弱的人是逃避情緒的人。2，連結情緒會不會讓我變得情緒化？不會，反而會讓你更有主控權。你越壓抑情緒，它越會反撲；你越願意看見情緒，它就越願意配合你。3，情緒不是很主觀嗎？連結了又有什麼用？主觀不代表無效。情緒就像夢，它不一定是真，但它反映某種你心裡正在發生的事。你不連結它，就像忽略房間着火的煙霧警報。學會與情緒連結的3個轉捩點： 1，命名情緒，而不是壓制情緒；
你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常說我不開心，我有點煩，我好累，但我們很少說我覺得被忽視，我正在焦慮未來，我感到無力，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好。當你能準確命名情緒時，你不是把它壓下去，而是把它看清楚，看清楚的東西才有機會被處理。2. 問為什麼之前，先問在哪裡。當情緒來的時候，不要急着問為什麼會這樣，問自己一個更有力量的問題是：這個情緒現在在哪裡？它在我的喉嚨嗎？在我的胸口嗎？在我的胃嗎？這個提問會讓你從大腦分析進入身體覺察，進一步讓你停下來，與當下的自己連結。情緒不是只有思想層次，它在你整個人裡。你不是要用邏輯處理它，而是用存在去接住它。3. 擁抱情緒裡的小孩，而不是批評他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很多強烈的情緒其實來自過去耶？你今天的怒氣，也許是你小時候被誤解的痛；你今天的悲傷，也許是多年來累積的壓抑；你今天的恐懼，也許是曾經受傷後留下的創口。這些情緒就像你內在的小孩，他不是故意要哭鬧，他是很久沒被聽見，沒被抱過。與情緒連結，就是願意回頭看那個小小的你，說：我看見你了，我知道你很痛，我在這裡，不會再讓你一個人。這樣的你，不是被情緒吞噬，而是學會與它和平共處。你不是被情緒淹沒的人，而是能與它同行的人。還記得一開始那位控制情緒的朋友嘉青嗎？幾週後，他再一次被老闆無理指責，但這次他沒有急着壓下來。他回到座位，深呼吸，告訴自己：我現在很委屈，也很生氣，這表示我重視自己的價值和尊嚴。下班後，他找了一位好友聊聊，把這份情緒說出來。那一晚，他沒有做夢驚醒，沒有頭痛，也沒有莫名的疲憊。他第一次感覺到，原來我可以讓情緒成為我的朋友，而不是怪獸。這就是與情緒連結的力量。結語：連結不是讓情緒駕駛你，而是邀它坐在副駕。最後，我想留下一個畫面給你，想象你開着一輛車，情緒坐在你旁邊，他可能會吵、會鬧、會提醒你路線錯了，或有人插隊啦。但他不是司機，你才是。你不需要把他趕下車，也不必讓他開車。你只要看他一眼，說：謝謝你提醒我，我會帶我們去對的地方。這就是成熟的情緒連結，不是壓制，不是爆炸，而是同行。你從來不是情緒的奴隸，你也不需要當個控制狂。你是一位願意傾聽自己、照顧自己、連結自己的人，而這樣的你，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。